欢迎收看第655期武器大讲堂。在非洲的中国维和部队中，装备着一款中国国产的超级大狙，可以用于打击1000米以内的工事、轻装甲、雷达等目标，同时还可压制2000米内的集群目标，成为当时非洲维和部队中一个亮眼的风景线。那么，是什么样的超级大狙能够担任如此多的作战场景？它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和不足之处呢？本期武器大讲堂就和大家探索国产的超级大狙10式反器材狙击步枪。10式反器材狙击步枪呢，它的全称是 QBU10式12.7毫米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是我国自行研发的一款现代化反器材武器。那么，它其中名字中的 Q 指的是轻武器。B 指的是步枪 ，U 呢则是狙击的一个缩写，10呢指的是它是2010年正式定型的，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做 QBU10式。QBU10式反器材狙击步枪呢，虽然是2010年定型，但是呢它的立项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巴基斯坦的一次大口径狙击步枪的一个招标比赛中。当年中国带着自认为最好的大口径狙击步枪 M99 半自动狙击步枪参加了竞争，与国际上知名的英国 IM50、精密国际的 AW50FT、美国麦克米兰的 TAC50等等世界先进水平的狙击步枪同台 PK。当年巴基斯坦陆军的考核标准是在900米、1070米、1500米分别设置人形靶子和1.2米长的大号靶子，射手全部都是巴基斯坦陆军的士兵进行射击，用来检验射击的精度。在这一次的竞标比赛中呢，西方国家的武器所表现出来的性能大大超过了我国自认为非常好的 M99 狙击步枪的一个性能。在当时，我国 M99 半自动狙击步枪呢，在900米的距离打出了散布圆形精度其成绩为32厘米，相当于什么呢？在900米的距离，仅能够勉强击中一个人体大小的一个目标。而西方国家的性能最差的英国 IM50 都能够打出散布圆形直径 6.4 厘米，这个成绩差不多在900米可以精确的击中一个鸡蛋大小的目标，所以这一次确实的在国际竞标中挨到了现实的毒打。因此，在同年开始确定了要研发解放军现代狙击步枪的需求。当然呢，大口径的狙击步枪其实是从1999年呢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个研发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诞生出了什么呢 ？AMR2 12.7毫米口径狙击步枪。JS 12.7毫米口径狙击步枪，还有什么呢？还有 W03 12.7毫米口径狙击步枪，以及我们一个当时觉得非常好的一个 M99 半自动狙击步枪。这些研发的过程呢，给我们的一个新一代的狙击步枪的研发呢，带来了大量的一个研发经验。所以呢，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面呢，在2006年5月份就开始正式立项，同年的12月份呢，就进行了样机的一个设计评审，在第2年的11月份呢，这个样机的一个评审方案呢就正式通过了。所以很快的呢，在2009年12月份就开始了一个样枪的部队试验以及那个实战实验使用。所以呢，很快在2010年的一个8月份呢，就正式批准了由我们的一个四川华庆机械公司研究出来的这款狙击步枪，正式就定型为了QBU10式12.7毫米口径军用狙击步枪。QBU10式狙击步枪整体的尺寸并不轻巧，整枪长度为1380毫米，枪管长度为800毫米，全枪重量为13.3千克。整个结构设计成了便于拆卸的几大模块，包括枪管、机匣、枪机部件、带扳机的握把、枪托和弹匣等组成。前部枪管设计上面选用了12.7毫米口径福制式安装了枪管，枪口部位设计有一个单枪的方形自对器。这个自对器的设计跟国际上和之前各种多枪剑型自对器有很大的区别。这一方面是因为该枪整体的长度技术指标有所限制，单枪方形的自对器长度更短。第二个是能进一步降低重量和设计复杂性。该枪口自对器有巨大的朝向后方弧度开口，因此在高压气体从枪口喷出的时候，能产生比较高效的向前的力，从而减缓整枪的后坐力度。再往后，枪管的上方是导气机构部件。QBU10式狙击步枪使用的是导气与枪管短后座混合式的制动原理，导气装置为短行程导气活塞，包括了气体调节器、活塞、活塞簧等组成。枪管短后座则是由枪管簧实现复位，
在运作的时候，子弹弹药爆炸产生的膛体压力的作用下，枪管和枪机会首先压缩枪管簧和副机簧一起后座，在导机机构引入部分火药燃气进入机室后，高压气体冲击活塞并推动枪机框向后运动。此时，枪管和枪机一同后座一段距离后，受枪管固定栓限制而停止后座，并在枪管簧的作用下先行附件到位，从而吸收了一部分后座能量。这便是枪管短后座的运作过程，有点类似于早期的 QJZ89式重机枪的方案。枪管往后是一个钢铝复合结构的压杂机匣，机匣选用前钢后铝的结构设计，这种后部采用铝材料的方式处理，主要是为了降低重量。一体式支匣的前部分是一个护木套筒，上方安装了可以折叠和伸缩的量角架和转动的提手。它的一体式的一个机匣的前面有一个提手。一开始呢，我以为这个提手是安装在枪管上面，可以拆卸下来，跟机枪一样拆卸下来，这些方便更换的。那后来才发现呢，它仅仅只是一个提手作用就方便你在斜行的时候以及一个移动的时候进行一个提手使用。不过呢，这个东西一般情况下用处并不是很大作为狙击步枪而言呢，它的一个斜行其实可以直接端走就可以走了。另外呢，它也会增加一定的死重所以好多情况下大家看到，无论在实战中、实验中以及展示中或多或少会把它拆卸下来抛弃掉，不使用这个提手。往后机匣顶部是一条 MIR SDD1913皮卡丁尼导轨形状的安装导轨，相比于国际标准的1913导轨，10式狙击步枪的导轨只尺寸略宽，所以跟国际上的瞄准具并不通用。这么设计第一个原因，据说是因为设计的时候担心枪径的结合摩擦力不够大，射击时的后座震动会导致瞄准镜轻微位移，而影响瞄准的一致性，因此才加宽尺寸，增加摩擦面积。第二个可能是为了方便后续只能使用专门设计的瞄具，增加适配产品的依赖性。机匣的右侧是抛壳窗和垃圾柄的位置，其枪机使用的是回转闭锁式半自动枪机结构。当导机系统引入高压气体之后，推动枪机光带动枪机回转开锁，并继续后错完成抽壳、抛壳等动作。此时也会同步压倒机锤待机。当附件到位后，枪机在副机簧的作用下附进，完成推弹箭膛和回转闭锁等动作，因而可以实现半自动的单点射击输出。机匣的下方是供弹口和握把激发系统，其保险机构包括枪机不到位保险和手动保险。手动保险有2个档位，分别是0和1，代表着保险和解除保险状态。机匣往后就是枪托的位置，枪托具有可调托塞板、40毫米厚度的橡胶托底板和底部接地调整螺栓，方便射手根据需要进行适配调整。而根据一些公开的资料呢 ，QBU10式呢，它的一个枪托的一个后部里面好像并没有设置一个缓冲的一个弹簧、一个缓冲垫，只是靠一个橡胶的托底枪管的一个短后座以及枪机的弹簧的一个缓冲，所以呢，这些并不能很好的去缓冲它的后坐力。虽然它的一个枪口的自卫器也有一定的缓冲效果，但整体而言呢，10式它的一个后坐力还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射手进行射击的时候呢，对射手肩部以及对射手的一个撞击非常重的这在后坐力设计这块呢，稍微有点欠缺的一个地方。在供弹系统上 ，QBU10式12.7毫米口径反气弹狙击步枪使用的是双排双进可拆卸式弹匣供弹，弹匣容弹量为5发。在体的侧面设计有鱼弹观察孔，底部开有漏沙孔。一般一把枪搭配2个弹匣，弹药使用的是12.7毫米口径标准弹药，例如89式穿燃液弹、穿爆燃弹以及54式穿燃弹等等多种12.7毫米口径弹药。当然，设计师也为此款狙击步枪设计了2种专用的子弹，这2种配套的枪弹分别是 DBT10式12.7毫米口径狙击弹和 DBJ10式12.7毫米口径穿爆燃弹。其中 DBT10式12.7毫米口径狙击弹专门为了提高精度而设计，全长147毫米，全重130克，弹头重量为46克，枪口注速度为820米每秒。这种子弹弹头为钢芯，搭配铜背甲，形状为尾锥形，利用弹头后部的形状实现密封的作用。这种弹头的材料设计更容易保持自身一致性，空气动力学形状可以减少弹头受到的空气阻力，使弹头飞行速度不会衰减过快。当然，特制的弹药成本也是比较高的，高成本带来的肯定是高杀伤力。DBT10式12.7毫米口径狙击弹，在1000米的距离，3发子弹最小散布直径约为70厘米；1500米距离对5毫米均质钢装甲板，其穿透率大于80%；在200米距离上，3发的最小散布直径约为13厘米；100米距离上穿透1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板之后，对93号汽油的引燃率大于80%。所以，专用狙击弹作为杀伤力和精确度的提升还是有的。另一种 DBJ10式12.7毫米口径穿爆燃弹，这种弹药是为了远距离破片杀伤而设计的，弹头由尼龙风帽、惰性弹芯、燃烧
剂和底托组成，弹芯内部装填的惰性物质会在弹头撞击目标时受到高速挤压，此时筒形弹芯内部就会产生超高的压力，在击穿目标后，弹芯内部压力释放，使弹芯炸裂，达到炸药爆炸，形成破片的效果。所以该弹虽然没有内置爆炸药，却能实现穿甲、燃烧、破片杀伤等等多种终点效能，是我国枪弹领域的一次大的创新。DBZ-104 12.7毫米口径穿爆弹弹，其初速度可以达到840米每秒，三发弹在200米和1500米距离上，对手散布直径分别是18厘米和150厘米，远距离精度稍微不足。在瞄准方式上 ，QBU-104 12.7毫米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具有可折叠的参孔机械式瞄具和配套的 YM-104红外瞄准镜和 YMA-09白光瞄准镜实现瞄准。这两套瞄具的搭配，让其具备了昼夜作战的能力。光电瞄具具备瞄测合一，能自动测距、自动解算弹道、自动装订分化。其中的 YMA-09是我们的一个白光瞄准镜。它的放大倍率呢是6到9倍，其重量呢为1.6千克可以用于白天进行一个瞄准使用。而 YMH-104呢是红外夜视瞄准镜，它属于一种非自冷红外夜视瞄准镜其重量为2.5千克可以用于识别600米内的一个单兵移动目标，或者是1500米内移动的一些装甲以及机械这些目标。在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射手选好弹种，通过激光测距仪测出目标距离后，弹道计算机会根据气温、武器的俯仰角度以及所选弹种的色表，自动解算出射击处源、装订距离标尺，并在分化板上自动显示出瞄准点。此时，射手只需要对准目标，扣动扳机即可，大大的提高了瞄准射击的速度和命中率。当然QBU-104 12.7毫米口径狙击步枪它的一个枪管短后座同样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它的精度。再加上整个瞄具的设计精度并不是很高，所以这款狙击步枪主要是用于反一些大尺寸的一些反器材使用比如说远距离的高精度用来狙击我们的一个人员或者说细小的目标还是有所欠缺的当然了，随着这2年我们的一个光学这些瞄具的一个研发进展它的一个瞄具进行了一个优化。最新的我们知道公布的是一个新型的一个瞄准具，它的型号是 QMH-151A 型昼夜合一的瞄准具这款瞄准具具有6到12倍的放大倍率，并且它是昼夜合一的不用跟之前一样有2个进行替换。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精度以及一个使用的一个方便性会更加好。当然，具体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还是未知的但肯定是精度肯定是有所提升。当前 QBU-104 12.7毫米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已经大量的配备部队，并在驻马里的维和部队和非洲维和部队中大量装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大量出现它的身影。在反器材使用场景中，口碑还是不错的。首次公开实战应该是在乌鲁木齐，公安特警在追捕阿克外出城煤矿杀人事件中的恐怖分子中出现过。整体来说QBU-104反器材狙击步枪它的一个出现算是解决了我们的一个有无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了我们一个现代先进的反器材狙击步枪缺席的问题。那么它因为制作的工艺以及我们一个光学瞄具的一个设计以及等等这些原因造成它的一个整体性能并不是很好。所以在随着以后我们的一个技术的积累以及更加先进技术的一个发展或许我们新的比如说我们的214加枪族，或者说我们更新后来的一些新的枪族也会出现更好的一个狙击步枪来进行替代它。这时候它应该就可以退居幕后来让我们一个更加先进、更加出色的一个型号进行发展。好，我们本期的一个武器大讲堂到此就结束。更多的精彩武器视频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武器大讲堂这是我们的大本营。好，我们下一期见。